公元1066年，7000名诺曼步兵及骑兵驾驶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。他们的目标是英格兰，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国家。他们的航程很短，却带来巨大的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更多的诺曼人正远渡整个欧洲，进行着将会为这片大陆带来长久深刻影响的冒险之旅。那么，这些战士是谁？他们是如何留下如此广泛的印记的呢？我们的故事始于200多年前，当时维京人开始在法国北部海岸定居，组成了一次横跨北部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大迁移。法国当地人称这些入侵者为诺曼人，以他们的来源地命名。最终，法兰克国王 Charles 与维京首领 Rollo 在911年达成了和平协议，授予他法国北海岸一片土地的所有权。这片土地就是诺曼底。事实证明，诺曼人适应了他们的新生活。他们与法兰克女人结婚，学习了法语，并且很快从北欧异教转而信仰基督教。但是，尽管他们适应了环境，但仍然保持着维京祖先的战士传统和征服精神。不久之后，雄心勃勃的诺曼骑士开始寻找新的挑战。诺曼人最著名的成就是征服了英格兰。公元1066年，诺曼底公爵 William 对英格兰新国王 Harold Godwinson 的继承发出挑战。在登陆英格兰后不久， William 和他的骑士们就与 Harold 的军队在黑斯廷斯镇附近兵戎相见。这场战役的高潮时刻被永远地记录在一条70米长的贝叶挂毯中，画面中一支箭射中了 Harold 的眼睛，标志着诺曼人的胜利。William 通过大规模的城堡建设运动和英国社会的重组巩固了他的成果。他通过一项名为《末日审判书》的大规模调查，名副其实地赢得了征服者威廉的绰号。他记录了英格兰每一块土地的人口和所有权。诺曼法语成为了新英国朝廷的语言，同时平民仍然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。久而久之，这两种语言相互融合，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英语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贵族与佃农之间的差距，例如同义词对中的牛和牛肉。在12世纪末期，诺曼人扩张到了威尔士、苏格兰以及爱尔兰。同时，独立的诺曼骑士团体游历到了地中海地区，受到了由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们的故事的启迪。在那里，他们卷入了所有该地区政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冲突中。他们成为了极有价值的雇佣兵。在其中一个战役中，他们使用了历史上首次记载的长矛重骑兵。这种强大的战术很快成为了中古战争中的标配。诺曼人同样是公元1095至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核心力量。这是一次重新建立了中东部分地区基督教掌权的一次血腥冲突。但诺曼人做的不仅仅是战斗。作为他们胜利的结果，像铁臂 William 和狡猾的 Robert 这样的领导人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南部的土地，最终在1130年将他们合并为西西里王国。在 Roger 二世的统治下，王国在当时因宗教战争及内战分崩离析的世界中，成为了多元文化包容的灯塔。阿拉伯穆斯林诗人和学者在朝廷中效力的同时，希腊拜占庭航海家及建筑师也在王国工作。阿拉伯语和拉丁语、希腊语、诺曼法语一道成为官方语言。世界上的地理学知识都被收集在了鲁杰罗之书中，其中的已知世界的地图在之后的300年中仍然保持最为精确。在巴勒莫修建的教堂结合了拉丁风格建筑、阿拉伯屋顶和拜占庭拱顶，并全部装饰以精美的黄金马赛克。那么，如果诺曼人如此成功，为什么如今他们却消失不见？实际上，这其实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关键，不仅仅统治他们征服的社会，而是融入他们。虽然诺曼人最终作为独立的民族消失了，他们的贡献仍然留存。今天，从那些散布于欧洲的城堡及大教堂，一直到使用英语的地方，诺曼人的遗赠永存。
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